瞄准了打。你看拳腿、组合都有。现在武松一龙，这是什么作手啊？挺别致啊！又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，一个低级的错误。武僧一龙的金钟罩铁布衫突然失效，脑袋瞬间挨到了数十次重击，结果不出所料，一龙直勾勾的倒了下去。至此，中国功夫被外国人称为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传统武术。击败武僧一龙之后的美国泰拳冠军太狂妄，竟敢扬言方便的连胜战绩全部都是假的。本来方便还找不到借口为一龙报仇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方便是中国搏击的佼佼者，又被称为是中国搏击第一人，为中国搏击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赫赫战功。只要外国人敢来滑踢馆，方便绝对是第一个站出来的。所以方便还有一个外战第一人的美誉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方便的精彩表现。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蓝色拳套的美国泰拳冠军，他叫艾德加，曾连续蝉联3届泰拳冠军，自身的泰拳本领和站立格斗技巧十分的精湛高超。这不仅仅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抗，并且还是泰拳与武术散打之间的一次较量。艾德加为了尽快击败死神方便，称霸中国擂台，一上来就没有消停过，时时刻刻都在对方便实施较为激烈的猛打猛冲。然而方便精湛的武术散打招式却让艾德加吃到了苦头，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靠近方便，对方便实施更多有效的进攻。别以为击败了一龙自己就天下无敌了，方便专治各种不服。他参加过34场比赛，31胜2负7击平，在美国获得了泰拳比赛的冠军，在 WBC。我想他在第2、第3局能比他第一局会打得好一点，他尤其是第一局这个一开局方便那个下。既然艾德加曾经 KO 了武僧一龙，那么这家伙必然有点真实力。擅长与对手展开对攻的艾德加在方便面前一点便宜占不到，并且还会挨到方便多次的腿法进攻。人人皆知方便最不擅长的就是内围对拼，不过至今为止依然没有人能找到破解方便战术打法的办法。泰拳技术高超的艾德加时时刻刻都想钻进方便内围做动作，奈何方便根本不给艾德加这个机会。恼羞成怒的艾德加依然没有放弃对方便实施猛打猛冲。与此同时，方便时不时会用一些拳法进攻限制艾德加的主动出击。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上5次获得亚军，还是个典型的散打选手。但在自由搏击比赛当中，把散打和自由搏击两者融为一体，不放硬打。你说他在比赛当中很少用膝法就和那穆斯林一样，但是他的拳法的变化丰富，最关键的一点，他对比赛的控制力是极强，他会根据不同的。艾德加凭借一己之力让中国功夫颜面扫地，在击败武僧一龙之前，他就已经击败了3位中国选手，并扬言要让方便感受一下被击败的滋味。奈何方便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，频繁的腿法进攻打得艾德加有点难以接受。被激怒的艾德加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拎着拳头就往方便内围冲。此时的方便不仅会把拳头精准无误打在艾德加的身上，并且还会用刁钻诡异的腿法进攻恐吓艾德加。短时间内虽然显现不出来，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艾德加除了在挨揍就是在被揍。因为这个低招腿他太低，现在方便想借腿摔较难。这是方便准备要下击了。现在方面不跟你拼拳，一看你拼拳冲那么猛的情况，我用这种侧踹转到后蹬来控制一下的，这就是经验和能力。你看他踢不住了在踢不着的情况下，我突然一个近身，比赛先马上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艾德加的进攻欲望一直在逐渐增强，时时刻刻都在对方便发起猛烈进攻，完全不给方便任何喘息休整的时间。与此同时，方便也不会因此而畏惧艾德加。碍于艾德加曾经击败过多位中国选手，对中国选手的战术打法极为了解，所以方便在赛前做了大量的针对性训练。尽管艾德加的实力很强，泰拳功底很雄厚，前提是要靠近方便的内围才能完美的发挥出来。然而方便根本不给艾德加实施任何有效进攻的机会，如此一来，艾德加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在擂台上胡乱打。这名这个选手虽然在美国获得 WBC 的这个世界泰拳里出的这种冠军，挺硬，就是他的这个摆拳力量很大。他的说要让方便把头抬起来。他说这个好像方便用头碰对手方便的战术打法还是与往常一样，一套进攻过后不是进行搂抱就是往后拉扯，完全不给艾德加一点实施进攻的机会。就算艾德加有很大的蛮力和作战技巧，
那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实施出来给方便施加压力。恼怒的艾德加开始抗议，奈何方便根本不废话，直接踹飞他。此时的艾德加或许才意识到方便并不是简单的连胜保持者。艾德加追方便就跑，艾德加发起进攻，方便就实施限制动作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这句话完美概括了双方当下所面临的局势。快点，水快点！主要是艾德加的脑袋好像是被打出了血液，不知道是美弓被打开了，还是鼻子被打流血了。经过医护人员简单处理之后，艾德加再次回到了擂台之中。不过他的进攻欲望一直都处于一个高涨的状态，奈何方便早就看穿了艾德加的小伎俩，打得过就与艾德加展开正面对抗，实在打不过方便就会急速往后拉扯，坚决不会给艾德加实施有效进攻的机会，一次也不行。且一直来流，要用这个棉球来塞入他的鼻孔，那只能靠这个水来进行呼吸了。最后对他的呼吸进行了一种阻碍，这是典型的泰式的一种摔法动作。那么在我们比赛当中是不允许使用的。死神方面，这是他的第二局比赛，第二局比赛时间到。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男子8，第3回合开始了。终于知道武僧一龙为什么会被 KO 了，那是因为一龙喜欢在擂台上实施金钟罩铁布衫，结果碰到了艾德加这位极其擅长展开对攻的高手。艾德加一套组合进攻彻底摧毁了一龙的铁头功，所以导致一龙输了比赛，让中国功夫陷入了水火之中。不知道艾德加从哪里借来的胆子，竟然敢挑战方便？难道他不知道方便是慢热型的选手吗？想和方便在内围展开拼拳的人多了，恐怕艾德加连号都排不上。多次的腿法进攻打得艾德加有点怀疑人生。此时的艾德加已经发了疯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猛压方便内围，对方便实施更多的有效进攻。一共利用这种移动的方式是不对的那么不要跟对方打这种近战，要拉开距离，用腿。艾德加的猛攻对方便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除了能给予方便一点压制力，其他也给方便带不来任何威胁。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，方便一直把距离控制在中远距离。艾德加想要快速进入内围对方便发起进攻，那么就要准备好挨揍的准备。被激怒的艾德加就像是一辆只会进攻不会后退的坦克，时时刻刻都在对方便发起猛烈进攻，从不后退。然而方便的表现却让艾德加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无力。比赛只能抱膝，只能击一次，不能连续击打。这时候方便应该起高边上头，对，然后下踢腿，转身的后边拳，比赛打得更丰富一点，你不要老逗他。像方便这种右侧有点想下潜这个动作，对方一个摆拳下是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这个方面就在等对手起腿来接腿摔。来，在中远距离，方便可以灵活掌控艾德加的所有动向。一旦艾德加进入到了内围对抗，方便会在第一时间进行针对性抵抗。不过大部分时间艾德加都是被方便控制在中远距离，至此艾德加所实施的任何一次进攻都是无用功。实在不行，方便就会进行搂抱规避艾德加的进攻。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此时的艾德加依然是处于劣势的一方，所打出的进攻根本就碰不到方便。照这样打下去，艾德加还不如弃赛投降，避免在擂台上被戏耍丢人现眼。是艾德加，你打不着我，最后打急了，而且你还浪费体能。而这个方面利用这种移动来找机会，这个发起猛烈的进攻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：1号裁判员30，方便是79有限公司董事长。最终方便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为武僧一龙报了仇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方便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
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